第一次去见男友爸妈，就被来了个下马威。桌子上摆着3菜1汤，其中有2个是剩菜，还有1个是紫菜蛋花汤，真是寒酸啊！男友还在旁边说：“这是我妈特意为你做的。”吃完饭，我本想先走，男友却让我去洗碗。我还没说什么，男友爸爸拿出一张纸，嫁进我们刘家需要遵守3个条件：一、必须未婚先孕，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；二、怀孕6个月，证明孩子是我儿的；三、未婚先孕太丢人，婚礼就不办了。我听完气炸了，我让他去医院看看脑子。相恋3个月的男友突然跟我说，要带我回家去见他的父母。我以我们相处的时间太短了，现在去不太合适作为理由，拒绝了他。可他却露出了一副很委屈的样子，说道：男人要是遇到了自己想要娶的女孩子，第一个想法就是带她回家见父母。你是我这辈子唯一想娶的姑娘，我想把你介绍给我爸妈认识，这有什么不合适的呢？我和自己的父母商量了一下这件事，我妈说去看一看也没什么大问题，不过就是见个面而已，又不是马上就要结婚。我爸也点头表示赞同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，要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，赶紧及时止损，对大家都有好处。我仔细琢磨了一下，觉得他们说的确实有道理，于是就求着我妈陪我一起挑选了一些礼品，打算在周末的时候去刘昊然家拜访。我妈却让我过了正月再去。女孩子第一次去男方家里，男方的父母一般都得包一个大红包，这样才能表示他们对你的重视。小刘的家庭条件不算太好，你要是正月去的话，人家父母还得多给你包一个红包呢。还有啊，礼物不要买的太多了，也别买太贵重的。我问我妈为什么要这样，我妈带着那种恨铁不成钢的表情，轻轻点了点我的脑门。女孩子要懂得保持矜持，买太多东西的话，别人会觉得我们家太主动了。而且你拎着价值好几万的礼品去人家家里，人家之后来咱们家的时候，得承受多大的心理压力呀！我确实没有考虑过这些方面的事情。刘昊然是我们公司刚入职不久的同事，他总是跟我说，他的爸妈都是退休工人，2个人1个月的退休工资加起来有1万2，家里还有一套2室1厅的房子。虽然他家的经济条件确实不怎么富裕，可他一点都不自卑，从来都不隐瞒自己的家庭情况。每次跟别人说起自己的家庭时，他的脸上都洋溢着骄傲的神情。他的这份自信成功的引起了我的注意，所以当他追求我的时候，我没有拒绝他。最终我挑选了价值大概1000块钱的礼品。下班后，我和刘昊然一起前往他家。刘昊然的母亲只是匆匆瞥了礼品2眼，就重重的把手中的盘子拍在了桌子上。吃饭，桌子上摆着3菜1汤，其中有2个是剩菜，还有1个是紫菜蛋花汤。唯一的荤腥就是蛋花汤里的蛋花。1个月退休金加起来有1万2，又不是120，实在没必要这样寒酸。我当时心里就有了想要分手的念头，不管是他母亲那难看的脸色，还是那些杂乱的剩菜，我一样都无法忍受。好聚好散，对大家都好。可心，这是我妈特意为你做的，你多吃点。刘昊然往我的米饭里舀了一大勺蛋花。刘昊然的母亲脸上露出了不悦的神情，放下了筷子，阴阳怪气地说道：有了媳妇就忘了娘。刘昊然马上往他母亲的碗里连续舀了2大勺蛋花，他母亲的脸色这才稍微缓和了一些。我硬着头皮吃完了碗里的汤泡饭。刘昊然问我要不要再添些饭，我摆了摆手，表示自己已经吃饱了。
刘浩然的母亲看到我吃完，猛地一拍大腿：“哎呀，锅里还有2个菜，忘记盛出来了。老刘，赶紧去把菜盛出来。”刘浩然听到这话，立刻松了口气。我就说嘛，可心特意来一趟，妈怎么可能不做些好菜？可心，你再吃点。刘浩然的母亲面无表情地拨弄着碗里的白米饭。刘浩然的父亲马上把红烧肉和酸菜鱼端到了我面前。可心，你再吃点。就算我反应再迟钝，也明白了，人家这是看不上我。不用了，我吃饱了。我一边摆手拒绝，一边在家族群里疯狂发消息吐槽。堂弟回复：牛批。我妈回复：你都没嫌弃他们家还嫌弃起你来了。我爸回复：不分手就别回来了。婶婶回复：他妈一会儿该不会让你洗碗吧？叔叔回复：既然他们看不上你，想必你买的东西他们也看不上，记得拿回来。我回复：我作为一个晚辈，先翻脸不太好吧？堂弟表示疑问。刘浩然的母亲啪的一声，重重的把筷子拍在了桌子上。乡下人就是没教养，长辈让你吃你就吃，一副扭扭捏捏小家子气的样子，这是做给谁看呢？刘家父子赶忙上前安抚。刘父叹了口气：小然你也真是的，家里有房有车，爸妈1个月退休金加起来12000，想找个什么样的漂亮姑娘没有，非得找个乡下丫头。长辈饭都还没吃完，他就在那儿玩手机。刘浩然立刻挡在了我身前：爸妈你们别说了，虽然可心是乡下姑娘，但我这辈子认定了她，除了她我谁都不会娶，倒也没必要，才交往3个月，更何况我对他们家已经彻底没了好感。刘浩然直接打断了我的话，好言好语的劝我：可心，我妈只是忘了而已，你再吃点，然后把碗洗了，再给我妈好好道个歉。放心，她看在我的面子上，一定会原谅你的。哟，还真敢让我洗碗！我在群里迅速回复，纷争开始了。紧接着，我一个又一个的把碗摔在了地上。洗你大爷！到你祖宗！一口一个乡下人，乡下人怎么了？乡下人挖你家祖坟了？不忠不孝的东西，住着20年前的拆迁安置房，还骂起祖宗了。来之前，我随口跟我妈提了句他们家地址，我妈还特别庆幸，那里是拆迁安置房，20多年前叫刘家村，从我有记忆起，那里就穷，拆迁也没赶上好时候。幸亏我让你过了正月再去，不然还得让人家破费。我妈想多了，也庆幸来得早，人家不仅没破费，还根本没瞧上我。刘家人情绪崩溃了，他们举了无数个例子来证明自己不是乡下人。刘父甚至拿出了户口本，我随意的扫了一眼，然后戏谑的说：出生地和籍贯都是县呢，原来真的是乡下人啊，祖祖辈辈都是乡下人呢。刘浩然还想解释，但我的网约车已经到了楼下，我可没空听他瞎扯。你们连我都看不上，想必我带的东西你们也看不上，我就拿走了。说完，我就拎起门口的礼盒，快步往门外走去。可心，我是爱你的，虽然你是乡下人，但我并没有嫌弃你。刘浩然挡在了门口，用他那看似深情的眼睛盯着我，这让我更加反感了。别的地方我不清楚，但在我们当地，正常人都会说农村或者乡镇，乡下是贬义词，而乡下人更是骂人的话。但我嫌弃你啊！刘浩然瞬间情绪大爆发。我有房有车，父母都有保险退休金，我都没嫌弃你是乡下人，你反倒嫌弃上我了。他好像特别不能理解，我同样也不能理解，人怎么能穷得这么理直气壮？就你爸妈那点退休金，加上你那点工资，
估计这辈子都住不上30一厅了。乡下人好歹有块宅基地，而你只有一辆能报废的二手面包车，就连2室1厅的拆迁安置房都是你爸妈的。说到这儿，我拍了拍刘昊然的肩膀，深深的叹了一口气。看在你是我前男友的份上，我好心劝你一句，像你们家这种连拆迁安置房都这么小的家庭，就没必要繁衍后代了，不仅害了人家姑娘，还害了下一代。一口一个拆迁安置房，你有意思吗？就算是拆迁安置房，我们全家也是城市户口，而你如果不嫁给我，这辈子永远都只能是乡下人。刘昊然明显气得满脸通红。也不一定呀，说不定哪天就和你们家一样拆迁了呢。我装作一副无辜的模样。刘母依旧骂骂咧咧的，一口一个乡下丫头，说我登不上大雅之堂。我冷笑了一声，是啊，要说上得了台面，还得是您呀，胖得跟头猪似的，要是宰了，台面恐怕都放不下呢。刘母气得暴跳如雷，就像一头发疯的野猪，嘶吼着朝我冲了过来。我立刻沉下了脸，你敢碰我一下，我保证让你赔的连这套2室1厅的拆迁安置房都保不住。刘父先是一把拉住了刘母，接着假模假样的打起了圆场。小蒋啊，这就是你的不对了，你阿姨这人就是嘴硬心软，你来之前她就说了，虽然过了正月，但你毕竟是第一次上门，说什么都得给你包个101块钱的红包。刘母一听，立刻瞪大了眼睛，狠狠地掐了刘父一把。刘父疼得直咧嘴，顺势踢了刘母一脚。刘昊然顿时松了口气，手也顺势搭到了我的腰上。好啦，你这么不懂事，我妈都愿意给你红包，认下你这个儿媳妇，你是不是也该去给未来婆婆道个歉呀？我一个转身，把她的手拧到了背后。101太多了，我这乡下丫头可受不起，还是留着给你们全家买棺材吧。刘昊然疼得直叫唤，我一把将他推开，拎起我来的时候带的礼品，走出了大门。可心，别走！刘昊然在后面不停地呼喊着，让他滚，我们家庙小，容不下他这尊大佛。刘母气得直跺脚。我停下了脚步，转过头，慢慢地走向刘昊然。可心，我就知道。没等他把话说完，我直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5块钱的纸币，甩到了他的脸上。鸡蛋钱和米饭钱，多的就当姐赏给你们一家3口的表演费了，挺有意思的，这一趟还真没白来。网约车停在了公司楼下，我骑上电动车，正准备潇洒的离开，却发现刘昊然给我发了条视频。视频里，刘父拿着一张草稿纸，正得意洋洋地宣读着嫁进他们刘家需要遵守的3个条件：一、必须未婚先孕，证明自己有生育能力；二、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证明孩子是他儿子的；三、未婚先孕太丢人，男友妈妈好面子，婚礼就不办了。吓得我差点撞到树上。我让他去医院看看脑子。梦想和痴心妄想是有区别的。2室1厅孩子生哪儿？说生完他爸妈立马去世，给大孙子腾地方，还是说把他爹妈挂墙上？他说我说话太难听了，我直接气笑了。他们家做事这么难看，还怪别人说话难听。我告诉他，现在不是他们家看不看得上我的问题，是我看不上他了。刘昊然却说，这已经是我爸妈最大的让步了，谁让你是乡下人呢？话里话外都在指责我不识好歹。我真有点想不明白了，像他家这样狗都不嫁的家庭，到底有什么值得骄傲的？自信是好事，盲目自信就太让人反感了。乡下人都看不上你家，那你可真得好好反思反思，自己家到底得有多差劲了。
我把视频转发到家族群后，直接把他的微信拉黑了。堂弟说，还好他家只是个城市户口，要是北京或者上海户口，还不得上天。我爸说，但凡把这点心思用在工作上，也不至于在公司待了这么些年，一个月才拿5000多。叔叔提议说，反正这公司是自家的，实在不行就把刘昊然开除了。我爸表示，要不是因为刘昊然跟我谈恋爱，他根本就过不了实习期。我妈和婶婶试着安慰我，我告诉他们完全没必要这样做，毕竟我们才谈了3个月，我对他也没有多深的感情。3条腿的蛤蟆不好找，但是拥有8块腹肌的男人满大街都是。第2天我去上班，刘昊然在公司里散布谣言，说我们家狮子大开口，向他们家索要3万块钱的彩礼。是3万啊，整整3万，这跟卖女儿有什么区别？要知道他们家还有个弟弟，摆明了就是个伏地魔。要知道城里人都不流行彩礼这一套了。同事把刘昊然的话学了个惟妙惟肖，可我实在是笑不出来。他要是说个几十万，我都不会这么生气，再不济说个8万8也行啊。都说是卖女儿了，凭什么我连3万块钱都不值？我到底比别人差在哪儿了呢？另一个同事满脸疑惑地问，可心，你什么时候有个弟弟了？我记得你不是独生子女吗？或许他说的是我堂弟吧。我们家是家族企业，我爸和叔叔主要负责服装外贸方面的业务。堂弟毕业后不愿意进公司，在农村承包了一块地，搞起了果园，几年下来，倒也经营的有模有样。我们2家的关系一直都很好，所以当刘昊然问我有没有兄弟姐妹的时候，我下意识的回答，我有个弟弟，就3万块钱，连我弟弟1个月都帮扶不了。同事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不是我说，吹牛都这么小心翼翼的，刘昊然这个人这辈子也就这样了。同事说的很对，午饭我请他吃了，下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电动车车胎被人扎了，我怀疑是刘昊然干的，但我没有证据，可我也没有证据证明不是他扎的，所以肯定就是他扎的了。我给堂弟打了个电话，车胎被那个王八蛋给扎了，你开小货车来接我，顺便把我的电动车放在村口，让马大爷帮我补一下胎，我明天早上还要骑呢。刚挂断电话，刘昊然的那辆破面包车就停在了我的旁边。宝贝，我送你回家啊。我让他离我远一点，他却不依不饶地撒起娇来。宝贝，我是真的爱你，为了你，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我爸妈，你为什么就这么不懂事呢？反正孩子早晚都要生。我脱下鞋子，直接朝着他的嘴扇了过去。本来就心烦，他还非得招惹我，烦死了，真的烦死了。要不是怕脏了自己的手，早就扇他了，真让人恶心。你以为你很可爱吗？恶心死了，中午吃的烤肉我都快吐出来了。刘昊然一把抓住了我的手，把我的鞋扔到了马路中间。我更加生气了，简直要气炸了。就在我打算用头盔砸他脑袋的时候，一只手拦住了我。不值得，他不配。男人的声音低沉，而且听起来很熟悉。乖，别理这种人，掉价。堂弟竟然大胆地揉了揉我的头发。可心，你这个贱人，我说你怎么非得跟我分手？原来在外面有野男人了。这个男的穿的人模狗样的，一看就是跟你玩玩。堂弟一听这话，当即就脱下了自己的皮鞋，对着刘昊然的脸一阵乱扇，扇得刘昊然顿时没了脾气。你那双鞋不行，还得是我的皮鞋管用。堂弟指着一旁的劳斯莱斯，让我先上车。我满脸疑惑地看着他，他则是一脸宠溺地望着我。一辆电动车而已，扔了算了。我心里更加疑惑了，这不对劲啊，
他什么时候买了辆劳斯莱斯？我怎么一点都没听说呢？再说了，这车子又能装多少筐水果呢？还有，我的电动车没啥大问题，补个胎也就10块钱的事儿，为什么要扔掉呢？堂弟凑近我的耳朵，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。这是专门借来给你撑场面的，电动车我半夜开小货车来给你拉走。我的鞋，穿我的，他摸过的那双已经脏了。堂弟突然提高了音量，然后当着刘昊然的面给我穿上了他的皮鞋。接着他无比做作的把马路中央的那只鞋捡了回来，连同我脚上的一只一起丢进了垃圾桶里。蒋宇，那可是我过年时买的新鞋，花了5000多呢。我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中挤出来的。天一黑我就去捡回来刷一刷就行。我刚看了，垃圾桶里不脏。堂弟揽着我的肩膀，一个劲的把我往车里推。上车以后，堂弟贴心的为我系好了安全带，还再三向我保证，如果鞋丢了，他就重新给我买一双。我这才勉强答应下来。刘昊然的面包车一直停在那里没动，堂弟也没有发动车子。我问他是不是打算等刘昊然走了之后去帮我把鞋捡回来，他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我。你不把鞋还给我，难道要我光着脚踩油门吗？刘昊然开始每天在公司里偷偷抹眼泪，他到处跟人哭诉，说我为了攀高枝过上好日子是怎样抛弃他的，还找人羞辱他。只可惜根本没人理他，甚至还有人在背后嘲笑他，不攀高枝过上好日子，难不成3万块钱就卖给他吗？他自己为什么不直接去攀高枝过上好日子呢？是不想吗？越穷的男人越喜悦在分手后抹黑女孩子爱钱拜金，因为他们真的没有钱。别说了，人家可是有2室1厅，父母退休金加起来1万2的城里人呢。我这才突然明白过来，原来他一天到晚说这些是在炫耀呢。我打断了大家的嘲讽，虽然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，但我还是有必要解释一下。首先，我和刘昊然前天就已经分手了，昨天来接我的是我弟弟蒋宇，根本不存在无缝衔接的情况。其次，我们分手的原因是他爸爸向我提出了3个极其无理的要求，相关视频我已经发到群里了，希望大家可以理性的看待这件事。说完，我把视频转发到了公司群里，大家脸上都露出了一副吃了亏的表情。和刘昊然同一批进公司的一个小姐姐忍不住问道，她想省钱不办婚礼，这可以理解为她又穷又抠，但是为什么非要未婚先孕，还得等怀孕6个月做完亲子鉴定才结婚呢？难不成她有过什么不为人知的过去吗？就在这个时候，我接到了我妈妈的电话。她告诉我，刘昊然有过一段婚史，他把孩子养到3岁，才发现自己被戴了绿帽子。城里的姑娘不好骗，所以他一心想找个农村姑娘，等对方怀孕6个月，做完亲子鉴定后再领结婚证。到那个时候，即便对方知道他有过婚史，也没办法了。他把我当成目标，是因为他一直以为我有个弟弟，一个怀孕6个月还有弟弟的农村姑娘是没有退路的。大家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脸上都是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。我也感到十分无语。我们农村姑娘到底招惹谁了呢？可心，反正自家公司不行就让你爸把他开了吧，反正他刚入职3个月，也赔不了多少钱。也行，我不假思索地说道。身后传来众人倒吸冷气的声音。完了，开的免提，掉马甲了。刘昊然瘫坐在工位上，盯着手机屏幕上疯传的视频，脸色比打印机里刚吐出的白纸还惨白。视频里，
他父亲摇头晃脑宣读奇葩结婚条件的模样，被配上当代孔乙己相亲实录的字幕，播放量已经突破100万。评论区里，网友们的嘲讽如潮水般涌来。这家人怕不是活在清朝，建议改名叫刘家选妃记。茶水间传来同事们压抑的笑声，像无数根细针扎在他耳膜上，让他坐立难安。叮，手机弹出新消息，是公司人事通知，刘昊然速到总经理办公室。他握着扶手的指节泛白，关节因过度用力而微微颤抖。突然想起半个月前部门聚餐时，可心的堂弟蒋宇来接他，当时他还嗤笑那辆改装过的小货车，调侃说这破车拉水果都嫌颠。现在才明白，那根本不是用来拉水果的。挡风玻璃上若隐若现的蒋氏集团物流部字样，此刻在他眼前炸开，让他如梦初醒。推开总经理办公室的瞬间，刘昊然腿一软，险些站立不稳。蒋氏集团董事长蒋建国正慢条斯理地擦拭眼镜，旁边坐着的正是可心。他戴着珍珠耳钉，穿着剪裁利落的西装，和往日工装打扮判若两人。阳光透过落地窗洒在他身上，形成一道耀眼的光晕，照得刘昊然睁不开眼。刘昊然，试用期考核结果出来了。蒋建国的声音像快冰，不带一丝温度，业绩垫底，态度散漫，还在公司造谣生事。他推过一份文件，这是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，签字吧。蒋总，我和可心。刘昊然话没说完，可心突然轻笑出声。他站起身，高跟鞋叩击地面的声音像催命符，一步一步向他逼近。刘昊然，你是不是还以为能靠我改变命运？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叠资料，摔在桌上。你前妻的律师函，还有你给他转的抚养费记录。原来你所谓的退休金12000，有8000都要养儿子。刘昊然只觉得耳边嗡嗡作响，手机突然疯狂震动，家族群里炸开了锅。二姨发来消息，小然，网上说的是真的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人家姑娘？母亲的语音紧接着传来，带着哭腔，儿啊，咱们家房子要被债主查封了，你快想想办法。原来刘家父母根本不是退休工人，父亲早年赌博欠了一屁股债，所谓的拆迁安置房早在5年前就抵押了出去。他们四处吹嘘家境，不过是想给儿子找个接盘侠。刘昊然踉跄着扶住桌角，突然想起可心第一次来家里时，母亲摔盘子的手在发抖，哪里是嫌弃礼物，分明是怕债主找上门。对了，还有这个。可心点开手机，播放一段录音，刘昊然父亲的声音清晰传来，找农村姑娘好骗，等他肚子大了，还不是任咱们拿捏，到时候彩礼都省了。办公室里一片死寂，蒋建国猛地拍桌，立刻滚出公司。刘昊然失魂落魄地走出大厦，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，正撞见母亲坐着破旧电动车赶来，老人脸上还沾着灰，头发凌乱，手里攥着皱巴巴的传单。儿啊，妈听说送外卖赚钱，你去试试。话没说完，一辆宝马 X5急刹在旁边，车窗摇下露出前妻冷艳的脸。刘昊然，法院传票收到了吧？抚养费1分都不能少。母亲看着宝马车远去的背影，喃喃道：这城里的日子怎么就过成这样了？刘昊然蹲在地上，双手抱头，只觉得天旋地转。曾经幻想的美好未来，此刻像泡沫般破碎，只剩下一地狼藉。当晚，刘昊然的社交账号彻底沦陷，有人扒出他在相亲网站的小号，
备注写着诚征温柔顾家农村女，彩礼面议，还有他在论坛发的帖子，月薪5000，父母双保，找对象要求高吗？网友们的嘲讽如潮水般涌来，高到天上去了，这不是找老婆，是找冤大头吧？建议改名叫精准扶贫对象。而可心却在蒋氏集团的庆功宴上成了焦点。宴会厅里灯光璀璨，名流云集。蒋建国宣布将成立反家暴公益基金，由可心担任理事长。他站在聚光灯下，身后大屏幕播放着刘昊然一家的视频，语气坚定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基金，帮助更多女性摆脱不合理的婚姻枷锁。那些妄图通过婚姻算计他人的行为，终将被时代所唾弃。台下掌声雷动，角落里的刘昊然攥着外卖单，看着曾经属于他的工位上，新同事正在整理可心的奖杯。3个月后，刘昊然在送外卖时又撞见了可心，他正在商场为公益基金挑选物资，身旁站着高大帅气的男人，是蒋氏集团新签约的代言人。两人有说有笑，气氛融洽。刘昊然鬼使神差地跟了上去，却听到男人说：可心，我觉得咱们基金可以和留守儿童项目合作，很多偏远地区的孩子急需帮助。刘昊然母亲的电话不合时宜地打来，债主又上门了，说再不还钱就把房子收走。他望着橱窗里可心优雅的侧影，突然想起他曾经说过的话：人可以穷，但不能穷得理直气壮。此刻他终于明白，真正困住他的从来不是出身，而是那可笑又可悲的傲慢。可心的基金越做越大，帮助了无数像她一样险些陷入困境的女孩。收到的感谢信堆满了办公室，每一封信都承载着一个女孩重获新生的故事。每当有人问起那段经历，她总是微笑着说：感谢那段经历，让我更明白，独立和清醒才是女性最珍贵的嫁妆。真正的幸福不是靠依附他人获得，而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创造。刘昊然的故事渐渐成了都市传说，在各大相亲论坛，有人发帖询问遇到这样的家庭怎么办，下面总会有人回复：可别学那个白日做梦的刘昊然。而可心则在公益活动的现场，看着孩子们纯真的笑脸，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满足。他知道，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靠算计和虚荣换来的。夜幕降临，蒋氏集团的大楼依然灯火通明。可心站在落地窗前，望着城市璀璨的夜景，手机弹出堂弟蒋宇的消息：姐，明天带你去看新捐建的希望小学。他嘴角上扬，回复：好，这次换我请你吃路边摊。远处，刘昊然的电动车在车流中显得渺小而孤独。他擦了擦额头的汗，继续赶往下一个订单地点。这个城市很大，大到容得下所有人的梦想；这个城市也很小，小到容不下一个装睡的人。而可心早已乘着风，飞向了更广阔的天空。他用自己的经历告诉所有人，女性的价值从来不由他人定义，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生活的真相，并且依然热爱生活。在公益基金成立1周年之际，可心收到了一封特殊的来信。信是刘昊然的母亲写来的，老人在信中忏悔道：是我们一家人的贪心和算计，毁了孩子的前程。现在我们终于明白，靠坑蒙拐骗得来的，终究不会长久。希望你能原谅我们的过错。可心读完信，将它小心地收进文件夹。他知道，这不仅是一个家庭的觉醒，更是无数人需要汲取的教训。生活还在继续，可心依然奔波在公益事业的第一线。
他时常想起那段经历，不是因为怨恨，而是因为感激。感激那段经历让他成长，让他学会了如何在困境中坚守自我，如何用自己的力量去帮助更多的人。因为他深知这个世界上总有人需要一束光，而他愿意成为那束光，照亮更多人的人生。